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olly。房委會咧喺今年嘅3月就收緊公屋富戶政策，上調咗超出入息限額嘅租金倍數，最高去到4.5倍㗎。租金水平越嚟越貴，或者都會令到部分嘅公屋租戶考慮轉租為買。所以我哋今集就嚟睇一睇新一期嘅綠置居宏志苑。呢一個屋苑嘅配套同環境係點呢？其中450尺或者以上嘅單位有幾多？邊一啲座向嘅景觀係比較可取？另外啦，屋苑未補價嘅尺價水平啦，去到6700幾蚊，對比翻同區屋苑呢一個樓價水平又係點呢？今期綠置居得一個全新項目宏志苑，供應2576伙。另外仲有少量嘅重售單位，嚟自鑽石山啟鑽苑、油塘高宏苑、馬鞍山錦柏苑同埋粉嶺清濤苑。同居屋唔同，綠置居只限綠表人士申請。除咗公屋租戶，亦都包括通過資格審查嘅公屋申請者，佢哋可以申請綠表資格證明書，買入綠置居嚟到代替公屋編配。而公屋租戶喺申請綠置居嗰陣係冇入息同資產限制㗎，但係就要喺截止日期之前嗰24個月，直至到簽訂買賣協議期間，都唔可以喺香港有樓。今期咧仲有一個銷售安排咧係第一次推出㗎，就係啦，之前曾經係連續2次申請過綠置居嘅朋友，今期咧就會多一個抽籤號碼，加大揀樓機會。講返今期嘅宏志苑，位於宏照道，單位嘅售面積介乎193到466尺，關鍵日期係2026年5月，樓花期唔夠1年，屬於短期樓花項目。宏志苑原先係起嚟做公屋㗎，不過因為彩虹邨要重建，房委會喺舊年年尾就將呢個項目轉做綠置居，俾受影響嘅居民選購。所以今次嘅揀樓次序，首先會係受公屋重建計劃影響嘅家庭申請者，包括彩虹邨同華富邨。其次就係家有長者同家有初生嘅家庭申請者，呢一個類別會有1050個配額。再嚟就係其他嘅家庭申請者，跟住先會係受到重建計劃影響嘅1人申請者，同埋其他嘅1人申請者。呢一個類別都有250個配額。事實上，宏照道呢個地盤分咗2期，而家推售嘅係第一期，有3座，連埋隔籬嘅第2期，一共會供應大概4000伙。屋苑嘅確實位置，就喺麗晶花園隔籬，坐落啟德站同彩虹站之間，經過麗晶花園同啟晴邨，行過去啟德站大概要15分鐘。對比之下，彩虹站或者會近啲啦。先過去對面嘅坪石邨，穿過屋邨，大概10分鐘就到。樓盤唔算話近港鐵站，但係樓下觀塘道嘅巴士站就有唔少路線去港九新界等等唔同地區，提供到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嘅選擇。另外，項目地下同地庫有78個有蓋車位，以2500幾伙咁計，平均每33戶先至分到一個。車位供應唔夠，估計住戶出入要依賴巴士或者港鐵啦。由樓書見到，宏志苑會有籃球場、羽毛球場、乒乓球場呢一啲嘅康樂設施，而 B 座地下亦都有商業設施，只不過規模係咪夠滿足到居民嘅生活需要，就要等到入伙先知。不過屋苑本身位於發展成熟嘅舊區，買嘢方面可以依賴附近嘅屋苑。最近嘅有麗晶花園商場，之前我哋都有介紹過呢個屋苑。商場本身規模唔大，但係都有啲同日常生活有關嘅商店，包括超市、萬寧同埋一啲連鎖餐廳。買餸方面啦，側邊嘅啟業邨都有街市，有賣新鮮蔬果、魚類同肉類等等。唔介意行遠啲嘅話，可以去彩虹站嗰邊嘅牛池灣街市，又或者啟德嗰邊嘅晴朗商場。不過想行大型商場嘅話，就要再行遠啲啦，去到啟德站附近嘅 Airside、Sogo， 又或者直接搭車去九龍灣德福廣場。上一期綠置居麗玥苑以市值52折定價，對比之下，今期綠置居嘅折扣率就少咗。以6折發售嘅宏志苑，定價由115萬到349萬。由於房委會之前放寬咗按揭條款，一手資助房屋嘅最長還款年期可以由25年拉長到30年。
假設買家借到最高9成半按揭，以還款年期30年、息率3.5厘咁計，最平一間嘅首期挨近6萬蚊，月供大概4900幾蚊。至於最貴一間，首期開支大概17萬幾，月供挨近15,000蚊。宏仕苑嘅平均尺價係6740蚊，若果連埋補地價咁計，每一尺要去到11200幾蚊。呢一個樓價水平，其實同九龍灣站附近超過40年嘅二手私樓差唔多。同時比隔離嘅麗晶花園呢個有私人參建嘅居屋高出1成9。論地點，宏仕苑就唔及九龍灣站嗰邊啲私樓咁方便啦。但係補咗價嘅尺價水平就同佢哋差唔多。相信樓價主要係反映樓齡因素。咁繼續睇片之前啦，如果你仲未訂閱呢個 channel，就記得 subscribe 啦，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。因為咧睇緊我哋嘅觀眾入邊啦，超過70%都仲未訂閱㗎。講返屋苑嘅戶型分佈，主要分4類。最多嘅係280到298尺嘅單位，其次就係377到395尺嗰款。而有條件間到2間房，去到450尺或者以上嘅單位就有731間，去咗2成8。之前我哋都講過，家有長者同家有初生呢一個類別嘅配額有1050個。根據翻揀樓次序，當重建戶同呢類申請者揀樓之後，其他類別嘅申請者就未必揀到大單位啦。而房委會嘅網站都有上載到3種唔同戶型嘅平面圖同埋 VR 俾大家參考㗎。點解話要去到400尺或者以上先至有空間揀到2間房呢？因為原則已經有1間㗎啦，只要利用大廳突出嚟嘅位置，起多埲牆就可以揀多間。間晒2間房之後，個廳都仲有窗可以採光。至於300幾尺嘅單位，雖然勉強可以揀到2間房，但係客廳位置就會變相冇咗隻窗啦。我哋都已經將房委會嘅連結擺埋落 description box，想睇得仔細啲嘅準買家可以 click 翻入去睇啦。過往嘅綠置居銷售入邊啦，都係一啲大單位最快賣晒㗎。所以啦，我哋都會集中分析呢一啲大單位嘅景觀坐向，睇睇邊一處係比較值得選擇。房委會而家嘅賣樓資料就未有明確顯示到每一個單位嘅確實面積。基於原則有一間緊房嘅單位係最大一款戶型，我哋推算呢啲單位嘅實用面積可以去到450尺或者以上。事實上，3座都有供應到呢一類大單位，A、B 座就會多啲，每一層有9間，而 C 座就有2間。未講邊一處單位比較值得選擇之前，先同大家講講屋苑大致嘅景觀分咗邊幾類。第一類係向東北方，會見到對面嘅新樓盤泰豐同埋坪石邨，中間隔咗條觀塘道，對住10幾條行車線，難免會聽到車聲。其中最近公路嘅 A 座同 C 座應該會受到大啲嘅影響。第二類就係調翻轉嘅西南方，即係望麗晶花園同宏照道呢邊相對會靜啲，不過宏仕苑都只係高過麗晶花園少少，估計大部分單位都要樓望樓。第三類係向東南方，面向啟業邨，相比麗晶花園，啟業邨就矮啲啦。呢邊嘅中高層單位有機會遠望到九龍灣運動場，以至到係德福花園。第四類係向西北方，望返宏仕苑2期，由城規會嘅網站見到2期之間有幅政府用地，預計會起學校，所以1期係唔至於完全黐住2期，只不過第時就有機會受到學校嘅鐘聲影響。最後一類係各座之間嘅內園景觀，呢一啲單位會望返屋苑自己嘅樓景，夾喺中間嘅 B 座就有最多單位係呢類景觀。了解晒各類景觀之後，再綜合埋每一座嘅大單位分佈，睇睇邊一處係比較值得選擇。先睇 A 座，我覺得比較可取嘅係18室，向住西南方，面向返屋苑範圍之內嘅草地，相對比較開揚。其次就係9、12同13室，向住羽毛球場同坪石邨，不過12同13室就有減音窗。
至於 B 座，距離觀塘道遠啲，咁所以呢一座係冇減音窗㗎。不過密度亦都係最高，一層有29伙，咁但係同時都係最多 lift 嘅一座，有7部。其中向住西北方嘅23室就比較可取，望返學校用地，比較開揚一啲。另外20室近望屋苑平台，遠望返 A 座附近嘅草地，唔會話直接望到其他單位，亦都可以考慮。咁嚟到 C 座啦，兩間大單位入邊，11室就比較可取啦。咁望返學校用地，不過就有減音窗。新一期綠置居而家接受緊申請，咁截止日期係2025年8月6號。有興趣而有符合資格嘅朋友，咁視乎唔同類別嘅申請者，可以經網上、親身或者郵寄呢一啲嘅形式遞交表格，申請費用係290蚊。咁若果網上申請嘅話，去返房委會嘅網站直接申請就得啦。若果係揸住綠表資格證明書嘅朋友，可以親身或者郵寄表格去到觀塘健身廣場1樓，亦即係綠置居銷售小組嘅地址。有興趣了解項目同埋單位模型，亦都可以嚟到呢一度㗎。咁至於親身遞交方面，唔同類別嘅申請人都有唔同嘅遞交地址。咁例如係而家住緊公屋嘅租戶，就可以交返去住緊嘅屋邨辦事處。8月6號截止申請之後，今期綠置居預計會喺今年第3或者第4季攪珠，咁然後喺第4季開始揀樓。買家喺買入單位之後，咁第時轉售都有唔少限制㗎。咁第6年開始先至可以喺未補價嘅市場賣俾合資格嘅綠表買家。咁揸到15年之後，先至叫做完全鬆綁，咁可以喺補咗價嘅公開市場賣樓。咁睇到嚟呢一度啦，你又覺得宏志苑吸唔吸引呢？嗱，唔吸引啦都唔緊要㗎，我哋一齊嚟睇睇嚟緊仲有啲咩綠置居或者居屋項目會推出啊！咁除咗宏志苑2期，九龍同埋新界嚟緊都有唔少資助房屋嘅供應。咁九龍方面喺宋皇臺站附近有2個啟德項目，加埋提供大概3100伙。咁另外喺油塘碧雲道亦都有一個規模去到2400伙嘅項目。咁至於新界方面，東涌嚟緊都有唔少供應，咁只係103區都有2000伙。咁另外元朗環州 B 號地盤都會供應大概1900伙。啱啱講過嘅呢啲項目，暫時被列做其他資助出售房屋，亦即係居屋。嗱，不過幾時推出都仲要等房委會嘅公佈。咁政府收緊富戶政策，咁其實都係想加快公屋租戶向上流。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啦，呢一啲嘅綠置居，無論喺開則啊設計咧，咁其實咧同公屋都冇咩大分別。咁而且咧仲要唔少都係400尺或者以下嘅單位，甚至係細過一啲公屋單位添啊。咁所以啦，其實就算公屋租戶係買到呢啲綠置居，又係咪代表到佢可以向上流同埋改善到生活質素呢？咁大家點睇呢啲綠置居嘅開則咧？都可以留言話俾你知㗎，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最後啦，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俾我 like 支持下我哋啦〜